对于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国际社会不断呼吁立即停火，但美国却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给局势带来了不确定性。美福特号航母已抵达东地中海，五角大楼表示正在考虑派遣第2艘航母部署至以色列沿海水域。同时，国务卿布林肯也于11号启程前往以色列。美国总统拜登在最新讲话中承诺，将向以提供更多军援。此举被外界认为是拱火浇油，将加剧地区冲突升级。 More than 1,000 civilians slaughtered, not just killed, slaughtered in Israel. Among them, at least 14 American citizens killed. 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就巴以新一轮冲突发表讲话，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是纯粹的邪恶行为，并称该组织为恐怖组织。他强调将全力支持以色列，并称将向以提供更多包括弹药和拦截器在内的额外军事援助，以补充以色列的铁穹防御系统。We stand with Israel.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has moved the USS Gerald R. Ford Carrier Strike Group to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nd bolstered our fighter aircraft presence. And we stand ready to move in additional assets as needed. 同日晚些时候，哈马斯发表书面声明，对拜登的讲话予以坚决驳斥，批评拜登言论具有煽动性，称其掩盖了犹太复国主义政府的罪行和恐怖主义，且没有提到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的冷血屠杀。哈马斯在声明最后敦促美国政府重新评估其立场，并指责美国在巴以冲突问题上表现出双重标准。美国的双标做法非常明显。 早在1994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签署了和平协议。那么在那个时候开始，美国就从来没有敦促以色列认真的执行这个协议，而且以色列呢，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附近呢，增加这个以色列犹太人的定居点的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以色列呢，动辄对巴勒斯坦人民断水断电。 断绝物资支持的行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呢，美国有巨大的犹太人群体，所以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美国对恐怖组织视而不见。如果美国认为伤害了美国的利益，哪怕这些组织是正义的组织，是抵抗组织，美国也会冠之以恐怖组织的这种名称。 拜登话音刚落，美国国务院就宣布，为表达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国务卿布林肯将于11号启程赴以色列与以政府高官会面。届时，双方将讨论当前局势以及美国如何最好地向以色列提供支持。 深圳卫视注意到，在布林肯启程前，五角大楼的首批军事援助已先期抵达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声明称，第一架载有美国武器装备的飞机于10号晚降落在以色列南部的内瓦提姆空军基地。以色列国防部发布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一批货物正从一架波音747货机上卸下。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告诉路透社，美国此次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防空装备和弹药。 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五角大楼可能很快向中东地区部署第2艘航母“艾森豪威尔号”，以保持战区海上实力的必要平衡，并支持国家安全优先事项。目前正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整修的“艾森豪威尔号”已携带战机出海。若接到命令，该航母将被部署至以色列沿海水域，并于大约10月底抵达。届时，艾森豪威尔号将加入福特号航母战斗群或接替 后者。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宣布，福特号航母战斗群已于当天下午抵达指定海域。据悉，该战斗群还包括1艘巡洋舰诺曼底号和4艘伯克级驱逐舰，共有约500个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如果1/3用来携带巡航导弹，就能搭载170枚左右的战斧巡航导弹，威慑力极大。同时，美国空军还增加了在该地区的战机部署，包括 F-35、F-15、F-16和 A-10等战斗机中队。 有观察指，美军在同一地区部署2艘航母，并配有巡洋舰、驱逐舰和战机等，并不多见。上一次美军在中东地区这么做，还是在2020年，当时伊拉克塔吉营地遭到导弹袭击，2名美国军人和1名英国军人丧生。美国将艾森豪威尔号和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派遣到阿拉伯海震慑伊朗。
常驻五角大楼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大卫·马丁在节目中指出，抵达以色列外海的航母战斗群大概率不会立即投入战斗，其主要作用是威慑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及伊朗。It does have a number of escort ships that are suited for missile defense, and because the U.S. and Israel have trained so much over the years, they can link their missile defense ships in with the Israeli air defense network. 尽管美国声势浩大地从外交、军事等多方面一边倒声援以色列，但有分析指，突发的巴以冲突实际上让美国猝不及防，不仅打破了美国试图在中东推进沙特与以色列和谈的棋局，也使得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重点被打乱，进而影响拜登寻求竞选连任的局面，使他面临新一轮的国内政治批评。因此，拜登不得不硬着头皮以坚定姿态支持以色列。同时也得私下提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把事情搞大。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0号报道，拜登政府2位官员和1位前官员透露，在10号通话中，拜登敦促内塔尼亚胡尽量减少加沙地带的平民伤亡。拜登比以往更加直接地表示，如果以色列被发现使用过度的武力致妇女、儿童和非战斗人员死亡，白宫将不得不面对舆论的反弹。不过，这一示意仅限于2人私下沟通，在通话后的讲话中，拜登并没有公开提出同样的要求。美国政府还没有准备好支持以色列发动对加沙的全面战争，因为美国还不想完全丧失它，就是美国本国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形象。美国还要从全球战略考虑，所以美国会支持以色列打一场战争，但是是一场低烈度的战争。美国会要求以色列适可而止。值得一提的是，在拜登新一轮讲话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会见伊拉克总理苏达尼时直言，此轮巴以冲突体现出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败。普京还表示，有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拥有主权的巴勒斯坦国。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于10号确认了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将访俄的消息，但目前还没有此次访问的确切日期。巴勒斯坦驻俄大使阿卜杜勒·诺法勒当天在接受俄罗斯24电视频道采访时称，巴勒斯坦正在为阿巴斯访俄做准备工作。俄罗斯和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我们指的是法塔赫，都保持友好关系。俄罗斯也没有和哈马斯为敌。所以俄罗斯这样做呢，是想通过这个影响法塔赫或者影响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来慢慢的促使哈马斯和以色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成间接的这样一种谈判。据中国外交部10号晚间发布的消息，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当天就巴以局势同埃及外交部巴勒斯坦事务部长助理乌萨马通电话。翟俊表示，中方对当前巴以紧张局势加剧和暴力升级深表关切，对冲突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感到痛心。我们反对和谴责伤害平民的行为，呼吁立即停火。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症结还是迟迟未能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根本出路在于落实两国方案。国际社会应以最大的紧迫感为推进两国方案做出切实努力。中方愿同埃方保持沟通协调，推动冲突双方尽快停火止暴，推动国际社会形成合力，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人道支持，避免巴勒斯坦特别是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更加恶化。乌萨马高度赞赏中方长期以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公正立场，强调应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在两国方案基础上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解决。国际社会应肩负起责任，为重启巴以和平进程创造条件。埃方期待同中方一道，为推动局势降温做出努力。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更新。更先生您好。巴以冲突升级已经几天了，有人说其严重性超过俄乌冲突，有人说这是第2次911或第2次珍珠港。那您认为应如何来准确定位？确实啊，巴以冲突升级已经好几天了，但有关这次事件好像还没有给出准确的定位。第一，我认为应该称为巴以冲突升级，因为这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且最近以来乃至几十年来，双方冲突不断延续，和平进程又不能重启所导致的恶果，是一次暴力升级，并带来紧张局势的加剧。这与以往的
突发冲突明显不同。第二，这场冲突和俄乌冲突有所不同，看似事态好像夺人眼球，其实只是两个相对比较小的军事力量之间的碰撞升级，而且有长期各方协调经验的案例积累，风险性和俄乌战事不可同日而语。第三，有人说呢，这是第二次911，其实不准确，因为911事件是一个与整个和平人类为敌的非传统式的突发性恐怖袭击，和这次事件是基于双方长期鲜明对抗且不断冲突积累矛盾的情况明显不同。这不等于是要承认哈马斯突袭的正当性，但是要指出和911的这种特定的恐怖袭击还是有本质不同的，定义上应该有所区别。第四，有人说呢，这是第二次珍珠港，更是不准确的定位。珍珠港事件是日本作为法西斯主义阵营主要成员向整个和平人类发起挑战。珍珠港事件前，美日之间一直是有合作关系的，但日本突然翻脸，确实是不宣而战。这些都与巴以冲突的性质完全不同。总之，越是复杂尖锐的局势下，越要注意客观、准确、全面地把握基本事实的定性和事情本来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才不至于迷失方向。以色列宣布要进攻加沙地区，那您对局势发展有何预判？作为维护中东和平的一股重要力量，中国又应该如何应对局势的变化？这次冲突的升级特别是以色列受损较大，面子丢得较多，所以估计会有一个持续的报复和反击，逐渐走向平衡的过程，很难立刻停火止战。但可能也不至于发展到天下大乱或者是世界大战的地步。首先从内因来看中东这个地方，特别是巴以之间的矛盾，一直就具有着长期性和对抗性的特征。但是呢，他们的关系除了因为历史、宗教、各种利益、感情等负面因素的对立，还有一种地缘上近邻的定位，他们是搬不走的邻居。不管关系怎么不好，大家也要在一起相处。其实世界上这种复杂的地缘关系很多，只是中东这个地方的矛盾有些特殊性。从外部看呢，各大国经过长期在中东经营，费力很多，但所得很少，甚至有人比喻这里是大国的坟墓所以这些年来，各大国其实都在撤出中东。尤其现在俄乌冲突压得美国、欧洲喘不过气的时候，他们当然不希望在中东再开辟一个无底洞式的战场。美国国会为了援助乌克兰的钱还没着落呢，再加上一个以色列，那可真的是捉襟见肘了。所以各大国应该不会支持或允许今天的巴以冲突无限升级。有关中国的对策呢，由于巴以双方都是中国的好朋友，中国政府最近一系列外交表态和斡旋行动都体现了公正、成熟、温和的原则，对于今天的形势非常具有建设性。世界需要和平发展，中东正在推动各方乐见的和解潮，不要让这次巴以冲突升级的逆流干扰我们的努力，这也是对所有人的智慧、能力和决心意志的考验。